大家好，我是 Tony， 我现在在我家附近的南港公园，今天要来这里 Tony 开讲。我今天要讲的主题，可能是大家比较不熟悉的一段台湾史。在日本时代，台湾有一句谚语："第一公进甘蔗回下崩。"这句话的意思是指，最笨的人就是种甘蔗去给糖厂称重收购的人。这句话反映出当时台湾的制糖厂对蔗农不合理的收购价格，对蔗农进行的剥削行为。但是很多人对这句话的理解，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如果你上网搜寻这句话，那你大部分得到的答案是会强调这是日本殖民台湾时对台湾蔗农的剥削。但其实这个问题的本质不是民族压迫，而是阶级压迫；不是日本人欺负台湾人，而是当时的资本家欺负台湾的蔗农。我就举日本时代最著名的蔗农反抗事件——二林蔗农事件为例。二林蔗农事件的原因，当然是当时糖厂对于契约蔗农的甘蔗收购价格长期的不合理，而导火线是蔗农不满林本源制糖厂的甘蔗收购价格比明治制糖厂还低，但是提供给蔗农的肥料价格却又更高。例如，1924年，明治制糖厂的甘蔗收购价格每千斤5.9元，而林本源制糖厂只有4.7元。而糖厂提供给蔗农的肥料价格，明治制糖厂每包收取3.3元，而林本源制糖厂却每包收取4.75元，所以引发林本源制糖厂的契约蔗农强烈的不满，而爆发二林蔗农事件。所以第一公进甘蔗回下崩这句话并不是民族压迫，而是阶级压迫。当时日本的资本家还有台湾的资本家都在欺压台湾的蔗农，而台湾的资本家甚至比日本的资本家还要更恶劣及刻薄。当时在台湾风起云涌的政治社会运动，当然有反抗日本殖民统治不合理的歧视制度，但是农民组合及劳工运动本质上却是阶级斗争，是反抗资本家。而无论这是日本资本家或台湾资本家，都是他们反抗的对象。而这也符合当时的世界潮流。1917年，俄罗斯帝国瓦解，诞生了世界第一个共产国家，从此展开世界革命的输出。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而台湾文化协会也在同一年的10月在台北成立。而不久之后，台湾文化协会分裂，左派势力成为主流，于是地主士绅阶级退出台湾文化协会，后来另组台湾地方自治联盟。当时台湾的内部左派右派之间彼此互相批评，左派的农民组合台湾共产党、台湾民众党具有更强大的群众动员及组织能力，更敢于评级及挑战日本的殖民统治。而右派的台湾地方自治联盟则是选择与日本政府合作，诉求台湾的民主化，设置地方议会。当时台湾的左派政治运动当然成为日本政府的眼中钉，而遭到镇压。例如创立台湾民众党的蒋渭水、农民组合的简吉、台湾共产党的谢雪红，都曾经因此而坐过牢。他们所领导的政治社会运动，后来也都遭到日本政府的镇压，而趋于沉寂。而唯有台湾地方自治联盟与日本政府关系良好，后来日本政府也在台湾举行地方议会的选举。战后，台湾地方自治联盟的精英转而支持国民党，而成为日后台湾地方选举地方派系的主力。战后，日本政府退出台湾，而曾经在日本时代遭受镇压的台湾左派势力趁势崛起。不过，他们也不幸地被卷入后来的国共内战，而遭遇悲惨。其中著名的例子就是领导农民组合运动的简吉，他在日本时代为蔗农争取权益而遭到牢狱之灾，战后则因为立场左倾，而在白色恐怖时期被国民党逮捕，而遭到枪决的命运。如果你曾经参观国家人权博物馆景美园区，
就会了解当时台湾左派政治精英的悲惨遭遇。而当我介绍这段历史时，总会有人说，当然白色恐怖时期是有冤狱，但有些人确实就是共谍。当时政府的作为也是为了保护台湾，免于被中国共产党侵入台湾。那么国家人权博物馆为什么要纪念匪谍呢？如果你会这样评论，那是因为你缺乏历史深度的思考，你看不到这些台湾左派知识精英的历史沧桑。他们曾经怀抱着俗世的理想，只是因为他们生错了时代。他们在日本统治台湾的时代，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反对资本家，抵抗日本政府，甚至因此而入狱。但日本殖民政府毕竟是依法治理，蒋渭水剪辑被判有罪，刑期只有1年多。而即使是最具威胁的台湾共产党，谢雪红被逮捕，判刑最重，也是只有13年有期徒刑。1920年代台湾风起云涌的政治社会运动，很多政治精英被日本政府逮捕，然而这些人被认为是所谓的良心犯，所以即使被判有期徒刑，但从未有人因此被判死刑。然而到了战后，他们被卷入国共之间你死我活的残酷内战。战后台湾的左派立场亲共的知识分子，因此而遭遇到极悲惨的命运。这是时代的沧桑。如果他们是生长在我们现在的民主时代，他们就不会有如此悲剧命运。他们可以参政，透过选举来实现政治抱负，即使他们会被不同政治理念的阵营攻击，但也只是抹黑造谣的口水攻击，而不是被子弹对付。即使自己的理念不被认同，选举败选，但没关系，擦干眼泪，下次再努力，而不必担心会因为自己的主张而身败名裂，身亡于马场町或暗坑刑场了。所以台湾国家人权博物馆是在纪念白色恐怖的历史沧桑，而不是在纪念匪谍。战后在白色恐怖时期遭殃的台湾左派知识分子，有些是日本时代的前台湾文化协会、前台湾民众党、前台湾农民组合、前台湾共产党的成员。他们有些人死于白色恐怖时期，有些人则被判无期徒刑或长期徒刑。当他们获释出狱时，壮年岁月已逝，而却饱受社会歧视的眼光，只能卑微低调地过生活。所以当台湾解除戒严之后，不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叛乱组织，而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革开放，经济迅速成长，甚至后来大国崛起。这些在台湾长期受尽屈辱，而且已经年迈的左派知识分子，这时的人生才仿佛看到了希望。所以他们的想法当然会希望有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统一台湾。如果能够这样，他们这辈子做过的苦劳、坚持的理想，才不会变得毫无意义。而他也唯有坚持这样的信念，才不会对不起死去的同志。我想告诉大家，这段历史是希望大家不要以自己的政治立场而去轻率地批评过往的历史。当你在台北街头看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年人高举着5星旗参加游行，诉求两岸统一时，如果这位老先生他不是私下收受了中共的资金拿钱办事，也没有违反现有的法律，只是单纯的表达个人的主观情感，那么我希望大家能够试着去理解及同情他所经历过的历史沧桑，而不要轻率的批评说这是不爱台湾的舔共分子。他个人的行为并不会危害到台湾的民主，而你的包容则是展现了你的历史高度。而如果你的历史慧根能够因此举一反三，那么当你在台北街头看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先生高举着日本国旗，诉求希望日本政府有一天回到台湾来，那么我希望你也能够试着去理解及同情他曾经经历过的历史沧桑，而不要轻率的批评说这是日本殖民皇民化的余孽。我希望有一天台湾能够成为泱泱大国，但我心目中的泱泱大国不是领土辽阔，而是人民心胸宽阔。台湾过去100多年来的历史
是如此曲折，多少悲欢离合。如果我们不能因此而变得更懂得宽容，那么就真的是辜负了前人曾经历过的血泪与伤痛了。我今天的Tony开讲就到这边结束，谢谢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